佩洛西作妖，中国要做好应对美俄全面对抗的冲击，这可不是开玩笑。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在全球战略大格局之中，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多边关系。由于欧洲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所以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处理才是最敏感的。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挑衅中国大陆，严重冲击中美互信，导致两国关系全面倒退的情况下，佩洛西的作妖并没有停止，而他正在推动把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法案。一旦这个法案被通过，美俄关系将全面决裂，中国也要做好应对全球地缘政治大变局的准备。日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透露，美国正在考虑将俄罗斯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普莱斯的这个消息可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以众议长佩洛西为首的美国议员们近期一直在努力推动一项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法案，其关键内容就是将俄罗斯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在美国，现在反俄就是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在其国会通过这项法案的阻力可能并不高，而拜登为了民主党能够赢得中期选举，拒绝这项法案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从佩洛西窜台挑衅事件就能看出来，拜登在很多问题上是个憋着坏心思的主。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下了极大的赌注，所以美国关系如果进一步恶化，甚至决裂，在拜登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呢还有利于其拉拢欧洲国家继续与俄罗斯耗下去。截至目前，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有4个，分别是古巴、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很多人还不明白俄罗斯进入这个名单的严重后果。首先，美国会全面断绝与这个国家的一切往来，包括贸易往来、科技合作和金融投资，而且这种中断不需要再经过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中断。美国甚至会停止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撤出其大使馆。如果是这样的话，双方基本上就会进入一种全面的敌对关系。美俄之间进行的核裁军谈判等议题、国际空间站等项目的合作等等，也都会随之停止。其次，美国采取行动之前，还必然会带着一票盟友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俄罗斯将处于被西方国家完全孤立的状态，比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东欧有些国家也会跟进。俄罗斯的外交环境将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有可能更加积极，甚至不受限制地为乌军提供先进武器。最后，此举意味着美国将把反恐行动彻底双标化，也就是失去底线。俄罗斯原本不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甚至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反恐行动的国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俄罗斯又是一个有条件反击美国的国家，所以将俄罗斯列入这个清单，其带来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超出了美俄断交的风险，让恐怖主义彻底复苏都是有可能的。一旦俄罗斯进入这个名单，全球将进一步分裂成反俄和挺俄2个阵营，这将严重的冲击全球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潮流一旦形成，中方必然会成为受害者。对美国政坛来说，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如何赢得中期选举的胜利，这也是佩洛西和拜登政府推动极端法案的最大动力。挑衅中国的将是美国国会打算通过的台湾政策法，把中国台湾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对此，中国必然会全面反击。可以看出来，现在的美国不但是自己疯了，而且还要祸害全世界。当然，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是软柿子，只要美国胆敢走出这一步，我们绝对不会惯着。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